三皇子痴迷音律，选续闲时执意考校丝竹。嫡姐警告我不许抢了他风头，一举毙嫡姐行云流水，我错漏百出。然而未曾想，三皇子性情偏执，总爱纠结细枝末节，不将错漏逐个理顺，便如坐针毡。阴差阳错，被娶进王府的人成了我。起初为纠正我错处，无论探讨音律或正事，朱兆清兴致都极高，我们着实有过许多恩爱的日子。然而时间一久，不回多味了。若非你愚钝笨拙，我怎会错过你嫡姐这个知音？我尝试说出真相，他非但不信，反倒认定我当初有意利用他偏执的性子，刻意吸引他注意。此后，我发丝缠上耳坠，或是盘扣稍有歪斜，都被他曲解成刻意引诱。一世搓磨，我满心郁结，缠绵病榻，无数个梦魇翻涌，将半生苦楚尽数重现，也让我提前预知了三皇子选妃那日往后所有的因果走向。这一次，我决意重活一次，避开前尘所有悲剧。选妃当日，我换了首紫竹调，中规中矩，不出彩，也丝毫没有错漏。朱兆清茫然拧眉，角落里的五皇子却朝我悠悠开口：“沈二姑娘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紫竹调绝非京城名曲，不过是母亲老家楼东的乡野小曲，初听远不如大姐弹的广陵散震撼。我也未曾像噩梦中那首曲子一般破绽百出，可是三皇子朱兆清的视线到底还是盯住了我的面庞。我身子一缩，不露痕迹的把头低下去。噩梦之中也是这般，分明赢的是大姐，朱兆清却目不转睛的盯着我。那几个细小的破绽是大姐交代的，可谁也没料到朱兆清竟急得坐不住。沈家二妹的指法并无问题，怎么那几个调会弹错？沈二小姐轮指利落，明显是苦练过的，到底是哪儿不对劲？按她的指点，我重新弹了一段，还是不理想。接着她来回走动，直到大姐接信物的手都举得开始发颤，才一狠心回头把东西拍我手里。就选你，本王以后天天教，我还真不信这个邪。我便这般阴差阳错嫁进了王府，惹上和我的孽缘。刚开始也有过甜蜜，我原本就隐瞒实力，被他随便一脚便突飞猛进，所以朱兆清望向我的眼神也变得很狂热。可好景不长，几年后当他重新听到大姐弹琴时，眼睛忽然就红了。他念道：“要不是你太过笨拙，我又怎会错过大姐这个知音？”我想辩解，他却骂我：“笨一点能教，心机太重就活该被人嫌弃了。”他觉得我不是嫉妒大姐泼脏水，就是看准了她死脑筋的脾气，故意吸引她注意。可不管哪种猜测，我的琴技在他指导下早已炉火纯青，真相根本没人说得清。之后的日子，我的耳坠碰到头发，或是扣子歪了一点，他都觉得是我在故意勾引他。他用力捏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按在床沿边，拽掉耳朵上的吊坠，声音阴冷的在我耳边吼：“你费尽心机，这下总算如愿了。”我感到又羞又痛，只要我不服软，他就不肯收手。之后我不管做什么都格外谨慎，他还是总能无理取闹，找借口来反复折磨我。那一辈子，每天都是在受罪。幸亏噩梦让我提前看到了未来，我决定从一开始就躲开。朱兆清迈着步子缓缓走到我的面前，周围一片安静，只听头顶一声冷笑：“死板无韵，沈二小姐再怎么谨慎，也不及大姐的一丝一毫。”面对这莫名的反感，我心里很清楚，看来梦里的那些恩怨到底还是影响了他。我顺从地低头行了个礼。三皇子教训的是。朱兆清的视线扫过我的耳朵，接着又看我的纽扣，没发现任何不对，他便只管死死瞪着我的脸，满眼困惑又烦躁地皱紧眉头。我心里扑通直跳，却听到上面的五皇子开口：“三哥，既然挑出第一名，就别让沈家大姐在旁边等急了。”朱兆清这才清醒，深深吐了口气，终于把盯我的视线挪开了。这一生，信物总算是交到了大姐的手里，算你懂事。大姐手里捏着玉佩，满脸高兴。你也别怨我，王府的高门大户不是你个庶出能惦记的。就你这出身，别的不提，光三皇子那继子，你就根本管不了。她装好玉佩，冲我得意的笑了。不过你放宽心，等我嫁入王府，上门攀亲的肯定不少，到时挑个门第低些的，正房太太你也当得成。我点头没说话。大姐虽然傲气，可她说的是真话。我不仅是偏房生的，外公还曾因私盐案被冤枉，当时他卖盐救济穷人，却被人陷害砍头。我爹念着旧情，才冒险纳我娘做小老婆。
我娘心里一直记着恩，一辈子任由别人随意欺负，所以我高攀嫁进王府后，娘家根本没法撑腰。果然就像大姐讲的那样，朱兆清的儿子叫朱成吉，跟他爹脾气一模一样，从小就敏感又死板。我刚嫁进去时，他才4岁。一开始朱兆清教我弹琴时，他就在旁边拖着下巴听。我学得快，朱兆清高兴地过来亲我脸颊。他刚亲完左边，朱成吉便垫着脚尖来亲右边。听到那声软软的娘亲，我心里软得不行，莫名对未来生出许多期待来。后来朱成吉也跟着学，还拿着他的作业跑来考我。我动了真情，把他当亲儿子来疼。答题时故意留了点破绽，这些破绽让他很不舒服，每次非得给我讲得明明白白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等他仔细讲完，我再结合他的学习进度，问些难度适中的新问题。几年过去，朱成吉成了皇孙中学习最刻苦、底子最牢靠的那个。可是，在他爹嫌弃我之后，小孩子心思受了影响，也渐渐开始疏远、埋怨我。朱兆清罚我跪着抄佛经，他就躲在门缝后头看着，我怕他心里难受，只假装没事，温柔问他功课做完了吗？他赌气把书丢在一旁，闷闷地抱怨说：“都怪娘亲太笨，才惹得爹爹不高兴。”他童言无忌地嘟囔着：“要是娘亲能聪明一点，爹爹也不会烦成这样。”这些话就像小刺一样扎在我心头，我彻底死了心。经文也不想再抄了，可那天晚上，朱兆清却把我死死按在经书上，语气冷得吓人。字写的又乱又有漏，全都不整齐。沈西月，为了吸引我，你真是挖空了心思。我没再挣扎，只是表情木讷地看着他，语气极为平静。你这么死心眼爱计较，连小孩都被你带坏，真狠心。大姐用力推了我一下。发什么愣？我刚才讲的话，你到底听进去了没？我缓过神来，却看到4岁的朱成吉跟在朱兆清后头，正看向大姐这边。小孩眼神十分迷糊，却好奇地打量我。我移开视线，不动声色，退到了大姐后头。姐姐说的对，一切都全凭姐姐来安排。大姐满意地走开了，跟着千金们去后院看花。我躲开朱成吉的眼神，一声不吭地走到了偏殿。在那边，五皇子朱兆景早就等了很久。偏殿的房门在身后慢慢关上。朱兆景慢慢抬起头，考虑好了吗？这趟一走，不知啥时能回京。他指的地方就是楼东。朱兆景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，可前阵子却因办事不力，被皇上发配到楼东。楼东是天下粮仓，皇上命朱兆景把水运时间缩短1半，不然一辈子不准回京。而朱兆景找我，是因为我外公当年在楼东和京城往返，很懂水路。朝廷从楼东运粮得花1个月，外公知道近路，不到半个月就能把粮食送到京城。朱兆景觉得我作为外公唯一的后代，陪他去楼东，在水运这方面或许能帮上大忙。噩梦中，我爹怕担责，我不能认，不肯认外公的事，回绝了朱兆景。后来朱兆景偷偷找了我，只要你肯跟我去，你爹那边我来想办法搞定。他说这些时，激动的耳根发红，看来对水运确实上心。可惜我还没答复，就被三皇子糊涂地塞了信物。这辈子若想换个活法，去楼东是最好的出路。所以刚才弹琴时，专门把曲子换成了楼东小调。朱兆景多次去过楼东，听到这首曲子时，猛地抬起头看我，眼里的惊喜让我稍微有些走神。此刻见我进偏殿，他更热切地上前几步。沈家二小姐，你想好了的话，其余交给我。你爹那儿我有办法。你放心，楼东虽说离家挺远，但我拿性命向你担保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有半点危险。你也不必有啥顾虑，你能帮上忙最好，帮不上我也绝不怪你。毕竟你从生下来就没去过楼东。他像连珠炮似的，一句接一句，片刻好像觉察不妥，才克制着放慢语气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嘴上这么说，手却很利索，从护卫那儿抽过一幅画，放在书桌上，快速摊开。不过你看看，楼东有多美。我凑上前去，刚看一眼，江南的烟雨就迎面扑来。画面上，一条清澈江水穿过小城，两边是错落的白墙青瓦，乌篷船飘荡，石拱桥上全都是人。虽然只画了个大概模样，可娘跟我提过无数次的美景，这会儿全活灵活现了。咋样？哪怕只去看看再做决定也行。朱兆景眼里闪着期盼的光芒，他指着画上的一个地方：这家的酒酿饼酸甜很开胃，这家的方糕软糯又清甜。我抬起头，安静地盯着他。五皇子，我有个疑问想提。朱兆景表情严肃起来，请直说。以后水运若成，若别人翻出我外公旧案，殿下咋办？朱兆景停顿了一下，
我等着他给我说个好听的理由，比如拿功劳抵罪，比如他肯定能保我平安。可他并没这么说，他说道：“这事儿我琢磨过。”他停了一下，似乎在想怎么说。关于你的身世，我已经尽全力把痕迹擦除干净了，但也不敢绝对保证没人能翻出来。我唯一能对你保证的是，要是真有那一天，我跟你一块顶罪，替外公洗清冤屈。我一下愣住了，不知为啥眼眶有点发热。跟你一块扛罪。他的眼神是那样的真诚，语气又是那样的坚决。我回想起噩梦中和朱兆清的那些往事，同样是说水运路线，我这个笨办法就是把船底造得平一些。他明明受了启发，却还凶巴巴地骂我。你这个女人真是不知所谓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海盗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害了多少人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！他说要是我背景被揭穿，他根本保不住我。可最终他却因平底船的建议被皇上记了一功，抢了功劳，转头来欺负我时，底气反倒更足了。天殿里安静下来，朱兆景捏紧袖子，不安地看着我。我愿意跟着皇子让工农去楼东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坚决。出发时间定在半个月后。朱兆景急匆匆赶回去准备了。我抱画卷走出偏殿时，刚好在门口碰见4岁的朱成吉。漂亮的姐姐，我找了你好久了。他拽着我的衣袖，扬起小脸看我，孩童眼神清澈，满是单纯依恋。你能抱抱吉儿吗？吉儿好久没被娘亲抱过了。以前在噩梦里，他头一回见我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时我心里一酸，用力地把他抱进怀里。他靠在我脖颈边，眨了眨眼睛，就哭出来了。我从来不吃凤梨酥和蜜饯，可陈嬷嬷记不住，李嬷嬷也记不住。姐姐，你能记住吗？我十分郑重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把他的喜好记在心里许多年，直到他受父亲影响，慢慢跟我疏远起来。这会儿，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一眨一眨看着我。吉儿想娘娘了，姐姐你能抱抱吉儿吗？我心里一阵刺痛，随后板起脸，把袖子从他手里抽回来。小皇孙认错人了，民女这就告退。朱成吉下意识抱住我胳膊，眼圈发红，委屈地撇起嘴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在背后响了起来。沈家二姑娘真是好手段。朱兆清漫步走到我跟前，琴技上赢不了，就在小孩身上费心思讨好。他单手推开朱成吉，把小孩交给了下人。朱成吉委屈红了眼圈，被下人直接领了下去。朱兆清的视线从上到下一点点把我打量个遍。你好像早了盘算好了，处处在躲避我。我故意装作害怕。三皇子，民女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知道我喜欢规矩，就弹毫无破绽的曲子；知道我看重你大姐，就主动让步。现在看我这边行不通，就跑来哄骗吉儿。他一步步逼近我。沈西月，你有什么肠子尽管藏着，我倒要看看你瞒多久。我不动声色的后退。三皇子，原谅民女脑子笨，真不懂你的意思。民女只是听大姐的吩咐，在这儿等她。大姐听到动静，适时赶过来，喊我一块回家。小妹，一块回家。朱兆清又一次把视线一点点在我身上仔细搜寻。我的头发没跟耳环缠上，衣服扣子也整整齐齐，头上簪子没一点歪斜。朱兆清眼神变得阴冷，死死捏住袖口，看我被大姐带走。朱兆景动作非常快，好像早把一切安排好了。没2天，我就被水运总督认作干女儿，认亲帖跟婚书一块送到了爹手里。爹书房的蜡烛亮了大半宿，第2天早上才终于点头。他嘱咐说，以后的路自己看着办，千万别连累整个沈家。婚礼不在京城办，我会在楼东水运总督府出嫁，和朱兆景在楼东定居。爹非常小心，没向外头走漏半点风声，连大姐都跑来问：沈西月，爹究竟给你找了个什么人家？搞得神神秘秘的，婚期还排我前头。他翻个白眼，狠狠瞪我。该不会是爹爹偏心给你挑个好人家，怕我来抢吧？他刚说完，就忍不住把自己逗乐了。也对，世上还有什么个门第比王府更高呢？他随手丢下一个精美的盒子。不许你嫁得比我好，但咱沈家丫头也不能嫁得太寒酸。这些玩意儿就留着给你添妆。我笑着道谢，拿出给他绣的几件小物件，又把娘留下来的一根鸳鸯发钗插在他的头上。他不自在地白了我一眼。讨好我也没用，我娘照样不会喜欢你。我没顶嘴，他也安静下来，取下那根鸳鸯发钗在手里摸来摸去。玉佩也收了，
你说三皇子咋还不去求赐婚呢？都说他痴迷音乐，可这几天我们弹琴他老是走神。大姐闷闷不乐地说道。我觉得自己挺懂琴，也没出错，可看他表情总觉得差了什么。我问他，他又说不明白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多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也挺好。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通报，三皇子来了，在客厅等着，要请几位小姐尝尝从宫里带的点心。大姐顿时心情大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声吩咐下人快去购物叫姐妹们。接着，她顺手把那几件绣品塞进我手里，腾出手打理妆容。朱兆清瞧见我手里的绣品时，两眼一亮，好像总算逮到了我的把柄。他一把拽过那条绣着鸳鸯的手帕。沈家二小姐倒是有意思，你大姐要成亲，你倒先给自己绣起手帕了。他用大拇指摸着绣花，一针一线仔细看过去。针脚有宽有细，到处是破绽，这又是安的什么心？大姐手里那块点心才咬一半，智慧停下动作。三皇子干嘛看得这么仔细？朱兆清眯着桃花眼，冲大姐笑了笑。我从小就这脾气，看到不规矩的地方就喜欢计较，你别见怪。大姐的脸色缓和下来，她的扣子是歪的，耳环一晃一晃扫过耳边碎发，可朱兆清依旧满面春风，笑得特别舒心。我心想，这便是看对眼了。大姐放下手里的点心，从她手里接过了手帕。西月确实没见过世面，送的东西这么粗糙。朱兆清愣了一下，脸上的得意瞬间收敛了。送给你的？不过他虽然小家子气，你说他想嫁人有点过了，毕竟他没几天也要出嫁了。朱兆清手里的点心掉在了地上。你说啥？说谁要出嫁了？朱兆清的反应把大姐吓了一跳，她被迫后退半步，好不容易稳住心神，想起爹对我婚事守口如瓶，这才惊觉自己失言了。我拉住她，低头朝朱兆清行了个礼。姐姐说的对，民女早到了岁数，就算自己绣手帕也没啥不对。朱兆清听完，脸色缓和下来，过了片刻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，于是轻咳了一声，带着歉意笑了。实在抱歉，只因我五弟也要娶亲，刚才听说沈家二小姐出嫁，便多了些瞎猜，吓着各位了。看似放低身段解释，实际上他看我的眼神却带着戏弄。谁不清楚，我一个庶女哪有福气嫁给皇子？三妹暗暗翻白眼，小声嘟囔道：“五皇子究竟娶哪家千金？难道还要瞒着三皇子吗？”我冲他使了个眼色，他这才讪讪闭嘴。点心接着一盒一盒的传下去，只是大姐开始频频走神。最后她问了我一句：“五殿下被发配楼东了吧？”我点头说是，她便不再吭声了，行李很快就收拾妥当了。朱兆景说：“要是实在割舍不下，就多加一条船带走。要是嫌麻烦懒得带，等到了楼东，他掏钱全部重新买新的。”你肯定不知道那街上多热闹，要是哪天晚饭不合胃口，我就带你去街上边逛边吃。等船到了楼东，刚好4月，满街的花全开了。你站在那座石拱桥上，等乌篷船划过去，我在桥边支个摊，把你船一块画下来。他自顾自说着，我听得眼眶却有些发酸。在噩梦里，京城的花开了一茬又一茬，我出阁后就再也没赏过。不管花开花落，我时刻都提心吊胆，每天整理打扮，做啥都小心翼翼，仿佛到最后我的世界里只剩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。朱兆景看我眼睛湿润，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。是我刚才太冒失了吗？你要是想家，咱们晚些日子出发也是可以的。我只是有些向往那样安稳自在的好日子罢了。出发的日子能不能再提前几天？朱兆景跟我隔着红门，眼里泛起细碎的光。行，那就7日后，再等7日。他的话刚说完，一辆马车就停在门前，是朱兆清亲自把大姐给送回府了。他从马车上跳下来，皱眉盯着朱兆景。杀7天后，我还真不知五弟啥时候跟沈二姑娘有交情。朱兆景笑着过去，给朱兆清行了个礼。三哥这就有所不知了，我跟沈二小姐从小就认识，我这趟是专门来拜见沈大人的。他便顺道托我的船队带些江南小玩意儿。朱兆清松了口气，微不可察地冷笑了一声。五弟向来心思单纯，可别被有心人惦记，钻了空子。朱兆景微微皱眉，三哥糊涂了，能被人惦记，总归比没人理会的好。说完，他翻身跃上了马背，背对着光，转过头来看着我。别慌，顶多再等7天。朱兆景骑马朝长街去了。大姐兴致不高，回头看了眼朱兆景离开的背影，就自顾自往内院走。我刚转过身想跟上，却被朱兆清抓住了手腕。心机果然够深。他瞪大眼睛，过去的纠缠还不够吗？
现在还要费尽心思高攀别人，我警告你，离我五弟远点，他马上要成亲了，我绝不看着他被人算计。我装作惊慌失措地甩开他。皇子为啥总说我听不懂的话？快来人！三皇子行为不对劲！门卫急匆匆赶来，朱兆清恼怒又充满怀疑地盯着我眼睛，尖锐的目光一点点把我扫了个遍。还没等他找出破绽，门卫就重重把大门关上了。大姐在我院子里等了很久。你托五皇子烧了啥？我坐在他旁边，给姐姐添嫁妆那些小玩意儿。他听完后又不再说话了，连以前阴阳怪气的挖苦也没了。过了很久，才声音发闷地转了话题。我很讨厌他那个小孩。我抬起眼看他，朱成吉，他说道。我讨厌叫朱成吉的那小孩。我教了他，他又不高兴，老觉得我是在显摆。4岁小孩的功课，我有啥好显摆的？这真是敏感小气。他还说我再聪明又能咋样？压根儿不像他亲娘。既然知道我不像他亲娘，干嘛跟我说一大堆他不爱吃的东西，还问我能记住吗？我干嘛非得记住？我也直接说了一堆我不爱吃的东西，问他能记住吗？我扑哧一声笑了，大姐也笑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被气哭了，直接跑了。笑完大姐眼圈有点发红。还有朱兆清，脾气也太死板了，喜欢听琴，听到好曲子难道不该高兴吗？老皱着个眉头挑3拣4算咋回事？挑毛病又挑不出来，差在哪儿又说不明白，只说差点神韵。神韵不是他自己品的吗？当初没品出来，干嘛给我3韵背？后来我走时听见他叹气，说什么完美反倒没意思。我把茶水递给大姐，让她润润嗓子。那你咋回他的？大姐得意地挑了挑眉。我直接弄断他一根琴弦，就最贵那把，看他还觉不觉得没意思。天色渐暗，院里的风也停了。大姐靠在桃树下，眉头渐渐舒展开。她一手端茶，一手吃点心，对朱兆清的抱怨好像说不完。我托着腮看着，时不时给她把茶倒满，一直到太阳落山，大娘院里的人来叫。大姐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。我看着她走出院门，忽然她扶着门框回了头。7天吗？你说啥？我是说五皇子的船队顶多7天就到吗？她模样被夜色遮着，声音发闷地问。我还没点头，她就慌张转过身，快步走远了。朱兆清开始3天2头往府里跑，他给大姐带吃带用，京城凡有啥新鲜玩意都第一时间送到大姐手里。可大姐就是不开心。我总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像在验证什么。他给她插花，陪她划船，让她在各个地方跟他合奏。每件事开头他都满心期待，等结束了他又觉得很没意思。这种感觉真的太差劲了，就好像每次都在考试，而我总达不到他心底的期望。你分明就没有那么差劲啊！我拉住大姐的手，这是我长大后头一次主动牵她的手。她身子僵了一下，就任由我拉着。那你还想嫁给他吗？大姐沉默了好半天。可咱娘盼着我嫁呀。那你自己呢？大姐沉默，不再吭声。这么多天下来，朱兆清似乎认了我只是心眼活，会算计罢了。等再次碰到我时，她收起了嘲讽，试探着问：沈家二姑娘可知道为啥你弹琴死板没味道，比你大姐差远了？我顺从回答：民女天生脑子笨，自然没法跟大姐的天分比。朱兆清往前一步，高大的影子把我整个人罩住了。错了，要是本王亲自教，沈二姑娘的琴艺肯定比你大姐强。他的眼神贴了上来，那种熟悉的压迫感顺着后背冒出来。这眼神我太熟了，每次找不着我毛病时，他就这么强压火气，等机会下手。要是想让本王亲自来教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你大姐嫁进王府，陪嫁丫鬟可还没定好。本王琢磨着，就冲你外公的过往，给你当个陪嫁，不算委屈吧？朱兆清这是在威胁我。在噩梦中，压根没人知道我外公完整的底细，是朱兆清从我娘留的遗物里发现端倪，借此来拿捏我。现如今，他又想拿这事牵制我。我假装吓坏了，抬头盯他，过了好半天才缓过劲，低下脑袋，连肩膀带嗓音都在发抖。民女心里有数，外公就是个小商贩，一辈子靠买卖糊口，所以我从不敢妄想嫁入高门，一切全凭爹爹做主。朱兆清看我这样，嘴角偷偷地翘了起来。爹爹做主，他觉得说通我爹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这一刻，他也觉得十拿九稳。
朱兆清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大姐说，因为朱成吉死活不肯念书的事，朱兆清几天都没笑脸了。昨天看着倒像碰上啥大喜事了。大姐念到这些话时，正好是第7天一大早，要带的东西早装上船。我收拾利索，走出了院门。大姐站在院子外面，好像已经有一会儿了。我得去码头了，我小声说道。大姐没接话，继续自顾自往下说。那个叫朱成吉的可真不省心，等你从码头回来，我再跟你细说。我安静地看着他，他却死倔着不看我。给你烧的东西，我让管家赶马车拉回来，等你睡午觉前估计就送到了。他眼眶猛地一下红了，接着他低下头，从袖子里摸出一袋碎银子砸我身上。可不能白拿你的，免得到时候还不起人情。我掂量了一下，发现钱袋的针脚是新的，金线还是他前2天花高价托人买的。我低着眼皮仔细把它收好。大姐转过身去，背朝着我。你赶紧走吧，可别去晚了耽误我要的物件。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还想出嫁吗？大姐没回头，只是拿袖子使劲擦了擦脸。啰里啰嗦的，怪不得娘不喜欢你。我不想嫁能咋样？你个偏房丫头，自身都难保，少操心我。马车摇摇晃晃出了沈家大院，我打开了大姐给的钱袋，除了碎银子，里面还整整齐齐叠了几张大额银票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他那么聪明高傲，怎能猜不到这一去就是远走他乡？我猛地掀开帘子，朝后头望去，红大门渐渐远去，那道身影就呆呆站在门前。爹骑马，默默跟在马车旁，听见动静，也悄悄扭开了脸。过了很久，马车拐了个弯，我闷声开了口：“听说三皇子跟废太子来往王挺密，以后爹可得让大姐多当心。”爹吃了一惊：“太吓人了！”可我知道，他必定会上心的。远远瞅见朱兆景的身影时，我总算松了一大口气，摆脱了过去噩梦的折磨。直到这会儿，我才真算为自己活。可刚迈进船舱里，朱成吉的声音就远远飘了过来：“朱成吉，五叔，我是专门来给你送行的。”我放下挑着门帘的手，坐在船舱里面没动弹。只听朱兆景开口问：“你今天不是该去学堂吗？怎么跑码头来了？”朱成吉嘻嘻一笑：“我今天不光要送五叔，还要找那个漂亮姐姐。我跟爹爹说好了，我喜欢那个姐姐。爹爹说他今天来码头。”朱成吉一说完，我心里就全明白了。朱兆清死心眼，不甘心得不到我，就想拿小孩子缠住我，借小孩的依赖达到目的。啥漂亮姐姐？朱兆景纳闷地问。这时候我爹赶到了跟前，朱兆清冲着我爹客客气气行了个礼。沈老爷，沈大人千万别见怪。吉甲儿沈家二妹一面就念念不忘，哭着非要来找，这些天闹得学堂都不去了。仔细一打听，才知道沈二小姐性格温柔，惹得小孩子想亲近。小孩天真的依赖被朱兆清故意歪曲，惹得别人怀疑我心机重。我爹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朱兆清不露声色，偷瞄我爹的脸色。小孩子就是单纯喜欢，我也不会计较。我爹拳头微微捏紧，正琢磨该咋开口时，朱兆景直接上前一步。三哥意思是，跟沈堂姐定亲后，又来惦记二小姐，想同时拴住沈家俩闺女，太强人所难了吧？他语气里带着火，手里死死捏着那张婚书。他忍了又忍，只说：“沈大人度量大，没直接翻脸算顾及父皇面子了。但我劝三哥以后少打这种算盘。”他死盯朱兆清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“因为沈家二小姐已经是水运总督范大人干女儿，范大人脾气可绝没沈大人这么好。”这句话既警告了朱兆清，又挑明了我的新身份。朱兆清立马变了脸色：“你说的是水运总督范英宗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个偏房丫头！”我爹的脸色终于难看起来。三皇子，我闺女聪明老实，能让范大人看中也是理所应当。就跟三皇子刚才讲的一样，西月温柔善良，凡跟他打过交道的都愿亲近。我爹嗓音里带着点火气，一字一句说得非常硬气。江面有微风吹过，掀起了门帘。朱兆景马上要去楼东，婚事办得很低调，对外一直瞒着。与此同时，我成了楼东水运总督干女儿，前途一下亮堂了。朱兆清猜出了点眉目。船舱里面的人是谁？他死死扣住朱兆景肩膀。沈二小姐托你捎东西回来，她今天不是要来码头吗？人跑哪儿去了？朱成吉也委屈地红了眼圈。我要漂亮姐
姐姐。朱兆景硬生生把朱兆清手腕从肩膀上给掰开。范大人女儿，理所当然去楼东总督府当他的大小姐。你猜猜船上的人是谁？心底最后一点念想彻底破灭了。他身子晃悠一下，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，然后硬撑着口气转身看向我爹。沈大人，是吉儿太冒失，既然你不乐意，本王绝不强求，也犯不着把闺女送千里之外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直哆嗦。沈二姑娘来码头给大姐拿东西，前几天早说好的，沈大人不用拿假话骗本王。他大拇指不停搓着食指，是他那股死脑筋的脾气又犯了。本王的马车地方大，沈二姑娘的东西要是塞不下，大可放我的马车上给拉回去。说话的功夫，码头上的货物已经全都装完了。朱兆景十分嫌弃地扫了朱兆清一眼，2、3步直接跨到船上。他动作利索地抽走登船木板，回过头说：“三哥回去吧，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”朱兆清转头看了看被收走的木板，情绪忽然失控。出发？你以为你想走就能走得了吗？船慢慢开动，渐渐离了岸。朱兆清一下子慌了神，他往前猛追了2步。站住！沈二丫头的出身，范大人知道底细吗？话还没说完，我爹的脸色就唰的变了。我爹声音发着抖，想要开口拦住他。三皇子，我却慢吞吞地掀开船舱门帘，跨出一大步，直挺挺站在了甲板上。朱兆清瞧见我的那一刻，突然长长的松了一大口气，他紧绷的身子也立马放松了。接着，他咬牙切齿地冷笑起来。沈二姑娘还算个懂事的。他理了理衣服下摆，又重新摆出了架子。那就请沈家二小姐下船吧。这么一来，这个啥事都还有得商量。他之前死死抓着我半辈子旧账，自然觉得这回也是一样。说完，他一副稳赢的模样，死盯着我，活像盯着案板上的肉。可我却站在原地没动弹，只是慢慢抬起眼皮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。就看了这一眼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我的眼神坦荡，没有害怕，不再低头躲闪，满是释怀与坚决。朱兆清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，风吹过江面，把我耳边的碎头发全给吹乱，耳环晃来晃去，不停地擦着头发。我脑袋稍微一歪，他们就直接缠在一块儿了。我抬起手理了理鬓角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三皇子，你刚才讲了啥？”头发非但没理顺，反倒把衣服上的2个扣子给碰歪了，就连脑袋上的发簪也跟着碰斜了。朱兆清的胸口剧烈起伏，死脑筋的脾气被彻底勾了出来，无数情绪在脸上来回搅和。我没出声，只是冲他弯了弯嘴角，眼神大大方方，再没了一丁点害怕。朱兆清死死瞪着我。沈西月，你早就盘算好了。汤水朝船舱直冲了过来。从选妃那天起，你就步步算计。他清楚，我知道他勾结废太子，我要是去了楼东，他就彻底拿捏不了我了。船离岸边，他眼神死死盯在我耳坠和衣服的扣子上，抓不着碰不到，再也没法随便折磨我了。结果他急火攻心，彻底乱套了。他脚下一滑，摔水里，连呛几口水，又不要命往前扑。快去叫大夫！动静闹得有点大，整个码头的人全跑来看热闹，指指点点，说他疯了。朱兆清跟没听见似的，死命往前追。岸上的朱成吉吓得哇哇哭，小孩子不懂咋回事，只觉得很委屈。我就站在甲板上，心里平静得很。管家把我留下的信交给了我爹，我爹暗地里查证，很快抓住了三皇子勾结废太子证据。水都淹到胸口了，朱兆清全没发觉，只管发泄着心里的死心眼。我直挺挺站甲板上，让他把我模样清清楚楚地看去。下半辈子这些琐碎的纠葛会时刻给他敲警钟，千万别死脑筋。船平稳地开了半天，朱兆景紧紧握住我的手。你信我，等到了楼东，啥事都会好起来。他这话刚说完，眼前的水面突然变得宽阔。快看，入海口到了，前面是大海，是你外公当年救济穷人开出水运经路的地方。心里好像被啥东西给柔柔地摸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。过完3个月，我们收到京城送来的信，信里说朱兆清清醒后立马给皇上递折子，提出了造平底大船的建议。皇上眼神意味深长，这法子朱兆景早在前1个月就已经上报过了。现在楼东平底船早就造出不知道多少条了。朱兆清脸成了死灰。1个月前刚好是他选妃那天，他不死心，建议让运船去驶走外海，别光贴着岸跑。这一回皇上气得不轻，见过如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别人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你在后方坐享其成。你倒是讲讲，往更远的外海走，咋样能更快？朱兆清根本讲不清，在噩梦里他提的建议全都是偷听我的主意，是我私下跟范夫人提到，黑水洋水流急，船开到那儿
速度起码快上1倍。范大人才因此趟出这条新航线，朱兆清稀里糊涂抢走了一半的功劳。可他压根不懂黑水洋的秘密，而这辈子朱兆景跟范大人早就在折子里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。第一批运粮船早开进了黑水洋，一路通畅。朱兆清挨了顿臭骂，连不会教小孩、脾气死板的事也被翻老底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丢尽了脸。他一下子彻底蔫了。没几天，皇后亲自出马，把他跟大姐婚约退了。在朝堂上，我爹递上铁证，揭穿朱兆清勾结废太子，想要干涉朝廷大事。皇上大发雷霆，按大前律例，夺爵赐死。善恶终究有报应，一切全交给王法裁决。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正在码头，第一批走黑水洋探路的船队已经带回来好消息了。另外，平底船的制造也成了大气候。范大人和朱兆景领着我来了码头。今天范大人要在这亲自领着几百艘运粮船，顺2条航线把粮食运进京城，救济沿路穷人。他们去进行最后的检查，我却碰上个打死也想不到的人。朱兆清站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差一点没认出他来。他一路折腾来到楼东，晕船身子虚，整个人瘦脱了相，只有凹陷，眼珠子闪着死脑金光。他死死地攥住我的手腕子。西月，我总算见着你了。我错了，西月，我已经跟大姐退了婚，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回去？他眼神扫过我耳环，又被那点鸡毛蒜皮牵出心思，慌张挪开视线。以前全怪我死心眼不识好歹，是我一直在错怪你。他手抓得越来越紧。西月，我就是大笨蛋，大半辈子才看清真心。我要不在乎你，干嘛老盯你身上小毛病？我轻轻推开了他，表情冷漠。没等他回过神，马上有几个水手跳过来，挡在他身前。哪儿跑出来的流氓，居然敢冒犯王妃娘娘！他四处折腾跑来，压根不知道我跟朱兆景早成亲。这会儿他像被抽了骨头一样，彻底垮塌下去了。是怪我来得太迟了吗？他还挣扎着想拽我。西月，你别唬我，你对琪儿那么温柔亲切，肯定心软。求你看在琪儿的情分上。我冷冰冰盯着他看。三皇子，你太死心眼，害人害己。过去的事都是过眼云烟，你既犯了勾结废太子的大错，就该乖乖接受王法惩罚。我没明说，我早跟朱兆景联手了，替外公翻了案，也让朱兆清为自己干的错事付出代价。鼓声震天响，刘家港码头边几百艘运船全集合完毕了，船头整齐划一指向入海口。我懒得管朱兆清发疯，直接转身走上码头。开船仪式隆重又庄严，我看着这大场面，眼眶有些发热。刘家港，外公长大的地方，他平白受冤，却还惦记老百姓，救济穷人，开辟水路。这会儿码头挤满了老百姓，范大人直接站上高台，他手里紧攥着一面令旗，头发虽白了，可双眼依旧亮堂。谢过众多船工，也谢老百姓。最后把目光停在了我身上，慢悠悠说：可我心底最感激的是乖女西月，要是没她的提示，我绝对找不着这条造福百姓的新航道。所以今天这第一起，我要请西月来挥舞。我被朱兆景生拉硬拽拉上高台，刚想推脱，怕连累沈家，也怕大伙不服。可我刚站稳，就见人群里不少人倒吸口凉气，紧接着有水手挨个端着烈酒和吃食过来。烈酒用来敬海神，可那盘吃食却端到了我跟前。孩子，尝尝吧，这叫麦蚕，你外公最爱吃。就在那一瞬，懂了好多事。麦蚕确实是外公最爱，娘以前说过无数次，这稀罕物没几个人爱吃，可外公饿肚子时被刘家港老百姓救济过，这才爱上他。我抬起头朝下看去，那些盯着我的苍老眼神里装的全是感激亲切。他们从我的模样里看出了当年大方撒钱救济穷人的外公。刚来楼东那会儿，范大人也是这么红着眼圈看我，范夫人当时还替他解释他没闺女，激动的。可那天半夜我撞见他在书房拜个梅子牌位，嘴里哭着说：干爹，他长得实在太像您了。这一刻，当年吹过外公的海风隔了几十年又吹在我脸上。我一口吃掉麦蚕，用力摔碎了烈酒，大旗被高高举起，红彤彤一大团，就像烧得正旺的火。开船啦！我听到自己嗓音后面好像还藏着一个更悠远厚重的声音，那个声音也是这么喊。几百艘船上，船工们也整齐跟着喊。一条条平底船慢慢开出了刘家港，粗野号子声夹着风声、水声和打鼓声，震得人心里直发烫。老百姓高兴直跳，
打这以后水运变快，粮食管够，再没灾民。朱兆清被水手押回了京城，等着受罚。他远远望着码头上的我，眼神里再也没半点幻想。我早不是当年任人欺负的偏房丫头，现在是水运功臣妻子，受百姓尊敬。海风呼呼吹来，吹乱了头发衣角。我再不用活得小心翼翼，去在乎别人眼光。朱兆景不露声色地挡住了我的视线。打今儿往后，两岸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了。我突然一下懂了外公的心思，他留下的海图和路线根本不是为了保命，而是造福老百姓。只不过当年我爹为了当官安稳，咬牙退缩了。现在扛起外公遗愿，让水运利国利民，洗清当年的冤屈。我以后的路早不是啥情情爱爱，而是家国大义。外公的热血藏了几十年，今天在我的身上又重新烧起来。朱兆清被押回京，按王法受了重罚，再也别想翻身。朱兆景陪我走遍楼东大街小巷，实地查探补给路线，完善水运。街上的花开得正美，朱兆景在前面冲我直招手。西月，走快点！哎，前面就是我说的那家方糕店了。告辞。昔日京都深宅，她是谨小慎微、任人拿捏的庶女，困于后宅纷争、情爱偏私，被旁人的偏执与偏见裹挟，受尽委屈与搓磨。可一朝清醒，她便懂得，女子的从不是依附他人，争一时情爱荣辱，而是立身有德，行事有度，凭己身之力，活出价值与风骨。朱兆清困于偏执执念，又于得失算计，错把偏爱当掌控，错把掠夺当深情，终究落得身败名裂、仕途尽毁的结局。这世间最无用的便是事后追悔，最难得的是清醒自持。偏执与狭隘终会困住自己，唯有坦荡与向善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而朱兆景的温柔，从不是一时偏爱，是三观相合的笃定，是并肩同行的担当。他懂他的隐忍，敬他的风骨，不惧他的身世，愿与他风雨同担，荣辱与共。最好的情愫，从不是单方的迁就与掌控，而是彼此成全，双向奔赴，共赴家国，共守初心。西月终是不负外族，亦不负自己。他洗去家族尘冤，让忠善之名昭于天下，传承漕运远志，让千里粮道畅通无阻，护两岸百姓岁岁温饱，年年安宁。外祖当年仗义疏财、济世为民的赤子之心，跨越岁月长河，在他身上得以延续，得以圆满。曾经他以为重生是为躲避悲剧，改写情爱结局，后来方才明白，真正的救赎从不是逃离苦难，而是挣脱内耗，破局成长，把受过的苦、见过的暗化作照亮他人、温暖世间的光。楼东烟雨绵长，江海岁岁安澜，昔日纠缠他半生的细碎桎梏、爱恨纠葛，早已随江风吹散。他不必再刻意讨好，谨小慎微，不必困于儿女情长、宅斗纷争。往后余生，有良人并肩，有山河可复，有苍生可护，有初心可守。人间最好的圆满，从来不是爱恨相抵、恩怨了结，而是过往不咎，前路向阳，心怀善意，不负苍生，不负自己。月渡楼东，风起新城，终会跨越风雨，终得岁月温柔相待。